他钻进一条鱼的嘴里，把那条鱼的舌头一口一口吃掉，然后自己爬上去顶住那个空位，替那条鱼当了一条新的舌头。这句话不是比喻，不是夸张，也不是网上传来传去的段子，是真事，有标本，有解剖照片，有 CT 扫描，有正经论文。在人类已知的所有生物里面，能做到这一步的只有他一个。你注意，不是之一，是唯一。这个世界上会寄生的东西很多，吸血的，钻肉的，搞乱宿主脑子的，一抓一大把。但是有一种做法，目前只找到他一个，把宿主的一个器官整个吃掉，再由自己顶上去，继续替宿主干那个器官的活，还能一起活上好几年。他有个正经的中文名字叫缩头鱼虱，还有一个更直白的外号叫食蛇虫。今天这条片我就从头到尾把它讲透，你听完之后大概不会再用同一种眼神去看你碟子上那条鱼。你可能会想，这种东西离我很远吧？深海啊，热带啊，纪录片里的画面啊。我先泼你一盆冷水，它离你很近，近到你这个礼拜可能已经跟它擦身而过。你去超市，冰台上一排排的鱼，眼睛还亮着，腮还是红的。你去街市，老板拎起一条鱼，啪一下摔在砧板上，问你一句要不要开肚。你回家，葱姜铺好，水烧开，8分钟，一碟清蒸鱼端上桌。爱吃鱼的人都知道，一条鱼上桌，第一筷子往哪里去？很多人是奔鱼头去的，腮边那2块肉滑嫩，懂行的人才抢。问题就出在这里，缩头鱼虱住的地方不是内脏，不是鱼肉深处，不是什么你看不到的角落，它住的地方就是鱼嘴，就是你伸筷子那块地方的正上方。它明明白白趴在鱼张开的口腔里，扁扁的，灰灰的，一节一节，像一只被压扁的小虾，四周一圈细角。你把鱼嘴掰开，它就在那里回望着你。我敢跟你打个赌，下次你买鱼，把鱼嘴掰开，拿手机的灯照进去，认真看一眼，你会看到什么？我不敢讲死，但我可以讲的是，过去这些年，全世界不知道多少人做过同一个动作，然后当场把鱼丢在地上。为什么以前你没发现？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从来没掰开过。鱼买回来冲一冲，摆一撒，葱姜一铺，进锅。一条鱼从头到尾，你可能连它的嘴都没正眼看过。有时候鱼档的师傅早就帮你处理干净了，你连口腔都见不到，所以它一直在那里。不是这几年才有，是几千万年都在那里，只不过我们没看，或者看到了，也以为那是鱼嘴里长的一块什么东西，一块软骨，一片碎肉，一坨没洗干净的东西，顺手就扔了。今天我把这件事摊开跟你讲，讲完之后你会明白一件更冷的事，最吓人的从来不是它有多凶，而是它有多安静。先讲几件真人真事，你就知道我不是在讲故事。2005年，英国伦敦一个普通男人在鱼档买了一条红鲷鱼，准备回家做晚饭。他在厨房处理这条鱼，顺手把鱼嘴掰开，然后他整个人愣在那里。鱼嘴里面有一只东西，扁的，灰白色，一节一节，2排细角死死抓着鱼舌的位置，一对复眼向外面看。当时这件事上了报纸，很多英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同一年，在波多黎各，又有一对夫妻在超市买鱼，回家开嘴，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这一次没那么快收场，他们把超市告上了法庭。理由很简单，我买的是鱼，不是这个。案子最后怎么了结，说法有几个版本，我不敢讲死。但这件事本身，当年在美洲传得很开。你要留意一个细节，2件事，同一年，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加勒比海，中间隔着大半个地球。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不是巧合，不是一次意外，不是哪个人运气特别差。往后的年份，故事一直在续。2009年前后，英国又有人在超市买的鱼里翻到它，当时被不少报道形容为英国境内的新纪录。2012年，
2013年，类似的新闻又出现过好几次，买鱼的人开嘴看到拍照上传，新闻就出来了。到了2021年，一张照片在网上疯传，一条鱼嘴巴张开，里面清清楚楚有一只东西顶在舌头该在的位置。评论区吵翻了，一半人说这是 P 图，一半人说这是深海怪物。后来海洋生物学家出来说话，把物种名字都点出来了。结论是照片是真的，东西是真的，连位置都是标准位置。还有一类目击更离奇，在美国德州的海滩上，有人散步，在沙里捡到一只，不在鱼嘴里，是在沙滩上。它大概是从一条死鱼嘴里掉出来的。那个人拍了照片放上网，又是一轮疯传。澳洲、新西兰、地中海沿岸钓鱼的人也常常碰到，有些老钓手甚至一点都不意外，他们会跟你说，哦，那个我们这边叫它鱼虱，常有的。你看出来了吧？这不是一个传说，不是都市怪谈，这是每一年都有普通人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在自己钓的鱼上亲眼撞见的东西。而且我要先讲清楚一件事，免得你误会，它跟你平时听过的那些恐怖寄生虫完全不是同一路数。你听过铁线虫吧？钻进螳螂身体里，把螳螂养大，然后操控螳螂跳水，自己钻出来。你听过僵尸蚂蚁吧？真菌钻进蚂蚁脑袋，让蚂蚁爬到树叶上，咬死叶脉不放，最后从蚂蚁头顶长出一根柄。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宿主被操控，做出反常行为，然后死掉。缩头鱼虱不玩这一套，他不控制脑子，他不让鱼做傻事，他甚至尽量不让鱼死，他只做一件事，一件在生物学上更难理解的事。他走进去拆掉一个器官，然后自己顶上去，把那个器官的工作继续做下去。表面上什么都没变，鱼照样张嘴，照样吃东西，照样躲天敌，变的是里面。有些恐怖是吵的，是血淋淋的，是有惨叫的。它这种恐怖是静的，没有一滴血喷出来，没有一场搏斗，没有一声响，安静到连那条鱼自己都不知道。好，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很多人一听到虫这个字，脑子里立刻浮出一条软软的、白白的、蠕动的东西。你把这个画面删掉，它不是虫，更加不是昆虫，它是甲壳动物，属于等足目。这4个字听起来很陌生，我给你换个说法，你就懂了。你翻开花盆，搬开墙角，一块砖，底下那些一碰就缩成一颗球的小家伙。广东这边有人叫西瓜虫，有人叫潮虫，书上叫鼠妇，那个就是缩头鱼虱在陆地上的表亲，同一个目，不同的分支。一个爬上了岸，躲在泥土和落叶底下过日子；一个留在海里，选了另一条更凶的路。再往上追一层，它跟虾、跟蟹、跟龙虾是远亲，都是甲壳类，都有一层硬壳，都要蜕壳才能长大。所以你把它捏在手上，那个手感其实很熟悉，硬的、脆的，一节一节，跟你剥虾壳的时候摸到的东西差不多。你要是把它翻过来看肚子，那一排排整齐的细角更加像虾。等足目这个家族有多大？已知的种类超过1万种，海里、淡水里、陆地上到处都有，绝大多数根本不理你，靠吃碎屑、吃腐烂的东西过日子，安分守己，一辈子都不会上新闻。而在这1万多种里面，有一个分支走上了寄生这条路，他们专门找鱼，这个科大约有300多种。你要明白一件事，他们不是全部都攻舌头，300多种，各有各的绝活。有的挂在鱼鳃上，像一枚勋章一样别着；有的钻进鱼肉里，在肌肉里挖一个洞住下来；有的贴在鱼鳞外面一路吸；有的躲在鱼鳍的根部，而其中一小撮只有一小撮，进化出了那一手最诡异的功夫，直接冲着口腔去，冲着舌头去。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种学名叫 Cymosoha exigua， 中文最常见的叫法就是缩头鱼虱。你想一想，这件事有多离谱？这不是某一只虫子突然发神经，
突然想出一个坏主意，这是一整条演化路线，被大自然反反复复试了不知道多少万年，试到最后居然试通了，而且试通之后还稳定地传了下来，一代一代，每一代都做同一件事，每一次都做到同一个位置。他住在哪里？他的老家在太平洋东岸，从加利福尼亚湾那一带一路往南，经过中美洲，一直到厄瓜多尔外海。水深方面有记录的从水下2米一直到60米左右，这不是深海2米，你游泳都能到。它不是躲在马里亚纳海沟里的传说生物，它就在浅海，在人类天天下网、天天钓鱼的那一层水里，而且它不算罕见。在某些海域、某些鱼种身上感染率高得吓人。有研究者解剖过一批批的鱼，发现中招的比例是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不是万中无一，是一抓一把。有些鱼的名字里干脆就带着它，渔民一看到这种鱼，就知道嘴里大概率有货。这就带出一个更重要的判断，它不是稀有怪物，它是一个被我们长期忽略的庞大存在。它一直在那里，数量不小，分布不窄，只是我们不看鱼嘴，所以我们不知道。还有更麻烦的一点，人类现在做的是全球水产生意。一条鱼从这个海钓上来，冰着、装箱、坐船、坐飞机，几天之后，它就出现在另一个大洲的超市冰台上，它就跟着这条鱼一起搬了家。所以英国的厨房里会出现它，法国的海边会出现它。更值得留意的是，有些欧洲海域的记录，那不是跟着进口鱼过来的偶然一只，那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鱼身上找到的。这2件事的分量完全不同，前者叫路过，后者叫落地生根。也就是说，它的地盘可能正在扩大。它在地球上活了几千万年，本来是海洋生态里一条不太起眼的线，结果因为我们把鱼运来运去，这条线反而被拉得越来越长。再补几个关于它本身的细节，你会更有画面感。第一，体型成熟的雌性，身体能长到3厘米左右，宽度也够，整个铺开来，刚好塞满一条中型鱼的口腔底部。雄性小很多，通常只有雌性的一半上下，而且一直躲在鳃里，很少被人看到。所以你在鱼嘴里看到的那一只，基本上都是雌的。第二，颜色，活的时候是那种半透明的灰白，带一点淡淡的肉色，离开水久了，或者死掉之后，会慢慢变成灰褐色，所以新闻照片里那种发黑的样子，通常是已经死了一段时间的。第三，寿命，它可以在同一条鱼的嘴里待很久，以年为单位。有些个体身上的磨损痕迹，厚到能让研究者判断出这是一段长年累月的同居。第四，名字，它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俗称，有些渔民叫它鱼虱，有些叫它鱼嘴虫，有些干脆用那种鱼的名字来叫它。有意思的是，有些鱼种因为感染率太高，当地人一提到那种鱼，顺口就会提到嘴里那只东西，就像一个跟着姓氏走的绰号。第五，一张嘴里不一定只有一只，多数情况下是一只雌性配上几只雄性，雄性藏在鳃那边，但也有记录显示，同一条鱼嘴里挤着不止一组。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的，一条鱼，一张嘴，住着一家人，而这家人的房租、伙食、水电，全部由这条鱼一个人扛。现在进入正题，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一段我要讲的慢一点、细一点，因为魔鬼全部在细节里。你把这一段当成一部慢镜头电影来看。第一幕是一只你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东西，在水里飘。它刚刚从母亲的育儿袋里被放出来，身体只有几毫米，透明的、细细的一条。这个阶段它会游泳，有一对眼睛，有几对能划水的脚。它在水层里一上一下的飘，靠水流带着走。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一条鱼游过。这个等待的成功率有多低？你可能想不到，绝大部分的幼体一辈子都等不到。
它们在水里被别的东西吃掉，被水流冲到不对的地方，饿死，或者根本撞不上任何一条鱼。真正能碰上目标的是极少数。那它靠什么撑住这门生意？靠数量。一只成熟的雌性一次可以放出几百上千个后代，用海量的失败去换少数的成功。这个策略很粗暴，很笨，一点都不聪明。但是这一套跑了几千万年，一直没断过，你不能说它不管用。第二幕是撞上。假设其中一只幼体运气好，一条鱼刚好从旁边游过，它会立刻扑上去。它不会从鱼嘴正门进，它走的是侧门，是鱼鳃。你想一想，鱼是怎么呼吸的？水从嘴巴进，穿过鳃，从鳃盖出去。这是一条24小时不停的水道。对幼体来说，这是一条现成的高速公路。它顺着水流钻进鳃盖底下，用带钩的脚死死抓住鳃丝，固定住自己。第一步算是站稳了。第三幕是分工。这一幕最反直觉。这种缩头鱼虱不是天生分公母的，它们的性别是可以换的。全部幼体钻进去的时候，先当雄性，然后如果这条鱼的口腔里还没有主人，那么第一只，或者说条件最合适的那一只会开始变，它会慢慢转成雌性，身体变大，形状变宽，脚变得更粗，更有力。而已经先有一只雌性在里面的话，后来的那些就继续维持雄性，老老实实待在鳃里。有研究认为，那只雌性会释放某种化学信号，压住其他个体，不让它们变。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哇，好有默契，好有分工，像一个小社会。我要提醒你一句，他们从来没有商量过，没有谁开会，没有谁投票，没有谁做决定，这只是写死在基因里的一套程序。被环境和化学信号一按，就自动跑起来，里面没有意愿，没有选择，没有意识，就像一个开关被拨了一下。第四幕才是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部分。那只变成雌性的个体开始往前爬，它离开鳃，穿过鳃腔，一点一点爬进鱼的口腔。它不是乱爬，它有一个明确的终点，那个终点就是鱼舌的根部。我先讲清楚，鱼的舌头跟我们的舌头不一样，鱼没有那种灵活的、能卷、能伸的肌肉舌。鱼嘴底部有一块结构，由软骨和组织构成，上面附着黏膜，靠一套血管供血。这块结构在口腔底部往上顶，帮鱼把食物压住，送往喉咙。功能上，它就是鱼的舌头，生物学上叫舌骨相关的结构。你就当它是一块会顶的垫子。好，那只雌性爬到这块垫子的根部停下来，然后它开始动手。它身体前段有几对角，末端是弯的钩，像一排小小的鹰爪。它把这些钩一根一根插进舌根，插进去之后，它开始吸血。它的目标不是把舌头咬断，不是一口一口把肉啃光，它的目标更精准，也更冷。它要的是那条供血的血管，它盯在那里，持续的吸，把送往舌头的血一点一点截走。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块活的组织还连在身体上，还长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它的血被人从上游截了，会发生什么？会哭。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是一个以星期为单位，有时候拖到几个月的过程。血少了，组织开始萎缩，舌头一天比一天小，一天比一天薄，颜色从原来的粉红慢慢褪成白，再褪成灰，肌肉的力气一点一点丢掉，最后那块曾经能顶住食物的垫子变成一小节干瘪的残根，再往后连这一小节也会脱落，整条舌头从鱼的嘴里消失了。现在重点来了，一般的寄生虫做到这里就收工了，破坏完了，吃饱了走人，或者继续躲在那里白吃白住。缩头鱼虱不是，它做的是下一步，那只雌性爬到舌头原来的位置，用那几对钩爪牢牢固定在残留的舌根上。它的身体形状刚好填满那个空缺，宽度、厚度、长度。
几乎是量身定做的，他把自己安装了上去。从这一刻开始，那条鱼的嘴里有了一条新的舌头，这条新舌头是活的，是另一个物种。它有自己的心跳，自己的消化系统，自己的生殖系统，自己的一套神经。它现在长在你的嘴里，占着你的位置，顶着你的活。而最离谱的地方在于，它真的把这份工做了下去。研究者观察过，这条鱼吃东西的时候，会用它来压住食物，就像原来用舌头一样。一个从外面钻进来的入侵者变成了宿主身体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一个能正常运转的零件。这在整个生物界目前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你可能会问一句，那条鱼呢？那条鱼怎么了？这才是这个故事最冷的地方。那条鱼活着，它照样游泳，照样张嘴闭嘴，照样吃东西，照样躲避大鱼，照样跟同类混在一起，照样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你把它从水里捞起来，从外面看，它跟旁边任何一条鱼没有分别。鳞片是亮的，眼睛是青的，身体是有力的，一切正常。这就是我说的无缝衔接。为什么它不把鱼弄死？因为弄死鱼对它一点好处都没有。鱼死了，它就没得吃，没得住，没有地方繁殖，还要泡在一条正在腐烂的尸体里。所以它的整套策略就是维持宿主的基本功能。只要这条鱼还能游，还能吃，它就有一个会自己去找饭的家。当然，代价还是有的。有研究发现，被寄生的鱼长期下来往往会瘦一些，长得慢一些，体力差一些，因为营养要分给两个。而如果一张嘴里不止一只，那条鱼会更瘦更弱。这也算是一种平衡，它不能太贪，贪过头，宿主撑不住，它自己也没有好下场。所以整件事的表面是一片安静，鱼在游，水在流，阳光穿过水面，一切风平浪静。而在那张嘴里面，一个器官已经被换掉了。鱼不知道，它没有痛觉神经去告诉它这件事，也没有一套认知去理解这件事，它只是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张嘴、进水、吃、吞、游。故事还没完，它住进去不是为了养老，它住进去是为了生。那只雌性在鱼嘴里发育成熟，体型能长到3厘米左右，肚子下面有一个育儿袋，雄性会从鳃那边爬过来完成交配，然后退回去，之后这个育儿袋里就装满了卵。你想想这个画面，一张鱼嘴对它来说是床，是饭堂，是产房，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外面有鱼的骨头和鳞片当城墙，有鱼自己去觅食送饭，有24小时不停的水流送氧气，而这一切是他亲手从鱼身上抢过来的。等到时机到了，他把幼体放出去，几百上千个小东西顺着水流离开这张嘴，散进大海。绝大部分会死，少数几个会撞上下一条鱼，钻进下一副鳃，爬到下一条舌头的根部，重复同一套动作，一代又一代，几千万年一直没断。这就是整个循环。一条鱼辛辛苦苦吃到的营养，养大了一批虫，而这批虫这一生的全部意义就是找到下一条鱼，再做一次同样的事。从头到尾，那条鱼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条链条上的一环。它没有恨，它没有怕，它甚至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过。它只是把嘴一开一合，一开一合，而它嘴里那个一开一合之间被压住的东西，早就不是他自己的了。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么夸张的事，凭什么信？会不会是有人编出来的？我给你看证据链。第一层证据是标本，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着大量的缩头鱼尸标本，它们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是实实在在泡在瓶子里的东西。你可以量它的长度、数它的体节，看它的钩爪。第二层证据是解剖，研究者解剖过一批又一批中招的鱼，他们看到的东西高度一致，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姿势，同样的固定方式，同样消失的舌头。
不是随机的，不是偶然的，是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结果。同一种鱼，同一片海，你抓100条上来，中招的那些嘴里的画面几乎是同一张。这种一致性本身就是最强的证据，因为意外不会这么整齐。第3层证据是影像。有研究者把一条中招的鱼送去做电脑断层扫描，那台机器一层一层地扫过鱼头，然后把数据合成一个立体的模型。结果出来的时候，画面清清楚楚。在那条鱼的口腔里，舌头本来该在的位置，躺着一只完整的、有壳、有节、有角的生物。骨头是鱼的，那个东西不是，它们叠在同一张图上，边界分明。这张图后来传遍了网络，很多人就是看到这张图才第一次相信这件事不是传说。第4层证据是间接的，但特别有说服力的一种。有研究注意到，那只寄生者的贝壳上常常有一片一片被磨损的痕迹，还有细细的划痕。这些痕迹从哪里来？来自鱼自己。鱼一天到晚在吃东西，食物一次又一次从它背上刮过去，就像一块被踩了10几年的门槛石，你光看这些磨痕就能推断，这只东西在这张嘴里待了很久很久，而且这张嘴一直在正常工作。它证明的不是它杀了鱼，而是它跟鱼一起过了很多年日子。这个细节比什么都冷。那学界为什么对它这么着迷？不是因为它恶心，恶心的东西多得是，是因为它做到了一件本来不该做到的事。我们对寄生的常识是，寄生者是外人，他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住，可以吸，但他始终是外人。宿主是宿主，寄生者是寄生者，两者之间有一条清清楚楚的线。缩头鱼师把这条线抹掉了，他不是外人，他变成了零件，他参与到宿主的日常运作里，跟宿主的身体一起工作。当年研究者第一次搞明白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也不太好接受，因为这等于把一个器官只能属于一个身体这条常识当场推翻。而更让人不安的一点是，它没有脑，它有神经节，有简单的感觉系统，但它没有一个能思考、能计划、能判断的大脑。它不知道什么叫舌头，不知道什么叫血管，不知道什么叫替代。它没有任何图纸，可是它做出来的结果精准的像一个工程，找到目标，进入，定位，切断供血，等待萎缩，站位，接手，每一步都对，每一次都对，几千万年都对。这就是演化最让人心里发毛的地方。它不需要智慧，它只需要时间，加上足够多的失败。你把一件事重复几千万次，把做错的全部淘汰掉，剩下的那条路看起来就会像有人设计过一样，但是没有人设计过。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安静的恐怖，没有恶意，没有算计，没有敌人，只有一套程序在一具没有意识的躯壳里，一丝不苟地跑到底。我知道有人还是会卡在这一点上，一只没有脑的东西怎么可能把步骤走得这么准？我在帮你把这层说穿。你要把演化这2个字想成一场持续了几千万年、样本量大到没边的筛选。假设最早的时候有一批这种小生物，只是随便附在鱼身上吸点东西，它们钻的位置有的在鳃，有的在鳍，有的在鳞片底下，还有极少数不知道为什么顺着水流一路爬进了口腔。爬进口腔的那些大部分死了，或者被鱼一口吞下去，但其中偶尔有一只刚好卡在一个稳定的位置，刚好没被吞掉，刚好活到了繁殖，它的后代就带着更容易往口腔跑的那一点点倾向。再往后，那些刚好会往舌根去的被留了下来，那些刚好钩爪更适合插进组织的被留了下来，那些刚好先切血管而不是乱咬的也被留了下来，而做错的那些一次一次被删掉。你把这个过程重复几千万年，重复几亿次，最后剩下的那条路看起来就像有人拿着图纸做出来的，可是那张图纸是用无数次失败画出来的，里面没有任何一次是想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没有恶意，恶意需要意图，意图需要脑，它什么都没有，它只是那条被留下来的路本身。好，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脑子里已经排着队，有一堆问题想问，我一个一个来答。这一段你听完，心里会松很多。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多人问的，它会不会爬到人身上？会不会钻进人的嘴里？答案是不会，而且不是概率很低，是行不通。原因在于宿主专一性。这4个字听起来很学术，我给你翻译成人话。这一整套本事是他花了几千万年针对鱼这一种身体结构量身磨出来的。他靠鱼鳃进门，而人没有鳃。他要在含盐的海水环境里呼吸，而人的口腔是空气，是唾液，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的钩爪、体型、固定方式，全部是对着鱼口腔的形状长出来的。人的口腔结构跟鱼差了108000里，他那一整套工具放到人身上，一件都对不上号。这种极致的专一，在这里反而变成了对我们的保护。他越专业，就越只能干那一行。第二个问题，那我不小心把它吃下去了呢？会不会中毒？会不会在肚子里长起来？答案是不会中毒，也不会长起来。它是甲壳动物，它的身体从化学成分上看，跟你吃的虾、蟹没有本质区别。壳是几丁质，肉是蛋白质，进到你的胃里，遇到胃酸和消化酶，它就是一份普通的被分解掉的食物。它没有毒腺，不分泌毒素，不产生什么危险的物质。而且我再补一句，你可能会觉得意外，等足目这个家族里有能吃的种类，深海里那种体型很大的大王巨足虫，在一些地方是被当成食材的，炸过、蒸过，还有人专门去尝，所以等足目就一定有毒，这个联想本身就不成立。第三个问题，那它会不会咬人？这个问题比较实际。你要是把一只活的捏在手里，它有可能夹你一下。它有钩爪，有力气，而且它受惊的时候会本能地抓住东西，那个感觉大概像被一只小虾钳夹一下，会有点痛，可能会破一点皮，但不会有毒，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所以正确做法是，不要用手指去捏，用筷子、用镊子、用刀背把它挑走。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实用的一个，我在街市或者超市买到一条鱼，一开嘴，看到里面有这么一只，我该怎么办？我给你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答案。第一步，不要慌，不要尖叫，不要把整条鱼扔掉。第二步，拿工具把它挑出来，扔进垃圾桶。第三步，把鱼嘴和鳃冲干净，该怎么遮，怎么蒸，怎么蒸，怎么蒸。第四步，照吃，就这么简单。它住在口腔，它不钻鱼肉，它不在鱼身体的肌肉里下蛋，它占的是一个位置，不是整条鱼。你把它拿掉，那条鱼还是那条鱼。当然，我也理解另一种反应，有些人一看到那顿饭就吃不下去了，这个我完全尊重，那是心理上的事，不是安全上的事。你要是觉得恶心，退货、丢掉、换一条都可以，我只是要你分清楚，那是我不想吃，不是这个有危险。这两件事完全不一样。第五个问题，那为什么以前会有人为了这件事打官司？既然没有危险，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官司告的从来不是毒，而是这不是我买的东西。你花钱买一条鱼，你预期得到的是一条鱼，结果里面附送一只活的甲壳动物，还蘸着人家的舌头味，那是消费体验的问题，是商品品质的问题，是心理冲击的问题，跟中毒没有半点关系。同样的道理，超市也很难被说成是故意的，因为那条鱼从海里上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里面了，没有人放进去，没有人漏检的，特别离谱。只是全世界的水产处理流程，基本上不会有人逐条鱼掰开嘴去照，这就带出下一个更普遍的问题。第六个问题，那我平时吃鱼到底要注意什么？我给你一个不只针对它，而是对所有水产都成立的答案，彻底煮熟。这4个字是最有用的一句。
为什么这句这么重要？因为真正值得你留心的水产寄生虫，其实不是它，它只是长得吓人，对人基本无害，反而是另外一些你看不见的东西，才需要认真对待。比如某些线虫，细得像一根丝，藏在鱼肉或者内脏里，肉眼很容易漏掉。这一类东西在生食、半生食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引起问题的。而对付这一整类风险的通用办法就2条。第一，彻底加热，中心温度上去了，时间够了，基本上就解决了。第二，如果你真的很爱吃生的，那就选正规渠道，做过合规冷冻处理的产品，深度冷冻到位，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你看，绕了一圈，结论其实很朴素，那只长得像外星生物，能把鱼舌头换掉的家伙，反而是这一桌子里对你威胁最小的一个。真正要你上心的是那些你根本看不见的。这个反差我觉得很值得讲。人是很容易被外表骗的，一个东西长得可怕，我们就本能地觉得它危险；一个东西看不见，我们就本能地觉得它不存在。可现实往往刚好相反。第7个问题，我猜也有人想问，它会不会传染？我今天买的这条有，那我买的其他鱼是不是也有？答案是，不会在你的厨房里传染，它的整个生活史必须在海水里完成。幼体要在水里游，要靠水流，要找到活的鱼，要从活着的鳃钻进去。你家的水槽、砧板、冰箱给不了它任何一个条件，它从鱼嘴里被挑出来那一刻，故事就结束了。最后，我想把这一段的态度讲清楚。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要吓你，不是要你以后不敢吃鱼，恰恰相反，我希望你听完之后是那种更踏实的安心，因为你现在知道的比大部分人都多。你知道它是什么，它住在哪里，它为什么在那里，它对你有没有威胁，遇到了该怎么处理，知道本身就是解药。真正让人不安的从来不是知识，而是无知加上想象。还有2个问题，我猜你心里也有，顺便一起答了。一个是，为什么这几年突然这么多人知道它？以前好像从来没听过。原因很直接，因为人人手上都有相机了。以前有人在鱼嘴里看到一只怪东西，顶多是当场吓一跳，跟家里人讲一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件事就在那间厨房里结束。现在不一样，你看到你拍下来，你发出去3个小时之后，全世界都在讨论。它没有变多，是被看见的次数变多了。这一点其实挺值得想。我们很容易把我最近常听到当成这件事最近变多了，很多时候不是，只是它终于被拍下来了而已。另一个问题更私人一点，那我以前吃过的鱼里面会不会已经有过？我有没有可能早就吃下去了，只是自己不知道？我诚实的讲，有可能，而且不只是你，是很多人。你去饭店点一条清蒸鱼，鱼是厨房处理好的，端上来的时候嘴巴多半是合着的，或者你根本不会去掰。你吃鱼头那2块肉的时候，也不会特意去翻口腔底部。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有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他打过照面，甚至一起下过肚，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我要再讲一次，这件事对你的身体没有造成任何后果，它就是一份普通的蛋白质。你现在会觉得不舒服，那是知道之后的心理反应，不是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这些年过得好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句话我希望你真的听进去。在进入最后那一段之前，我想先帮他说一句公道话。你听到这里，心里大概会有一个念头，这种东西是不是应该灭绝掉，留着干嘛？我理解这个反应，但你要是真的把整个海洋摊开来看，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寄生者在生态里是有位置的，它们不是纯粹的多余。第一，它们会压住宿主的数量。一个族群如果完全没有天敌，没有病，没有寄生者，它会毫无节制地长，长到最后把食物吃光，然后整个崩掉。
寄生者做的事是在这条曲线上按一下。第二，他们会筛被寄生拖住的个体，往往是本来就比较弱、比较慢、免疫比较差的那些。这个筛选长期来看是在推着整个族群往前走。第三，他们自己也是别人的食物。幼体在水里漂的时候，是浮游生物的一部分，是无数小鱼小虾的口粮。而且你留意一件事，它的策略里本来就带着克制，它不把鱼弄死，它也不会一整群鱼全部感染。在一片海里，中招的通常只是一部分，因为如果它贪到把宿主全部搞垮，它自己也活不下去。这是几千万年磨出来的分寸，所以你把它看成一个坏东西，其实是把人类的道德观硬贴在一套没有道德的机制上。它不坏，它也不好，它只是在跑一套一直跑得通的程序。真正被改变的反而是我们这边。全球水产贸易把它从一个海域送到另一个海域，冷链和货轮替它开了地图。它原来花几百万年都跨不过去的距离，现在几天就到。这件事的后果我们还没有完全看清楚。一个物种被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可能什么都没发生，也可能慢慢站稳脚跟，再慢慢改变当地的样子。这不是他的选择，他没有选择的能力，这是我们做的。讲到这里，我想你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接下来这一段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跟你讲的东西。它已经不关乎鱼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条鱼嘴里有一只东西顶在舌头的位置，这个东西干着舌头的活，鱼靠它吃饭，它靠鱼活着。那我问你，这条鱼的舌头现在到底是谁？你说它不是鱼的，可是它长在鱼嘴里，归鱼用。鱼一天到晚靠它把食物送下去。你说它是鱼的，可是它有自己的心跳，自己的卵，自己的一整套生命。它跟鱼没有一根神经是连着的，它随时可以离开，而鱼不能。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干净的答案，而它会逼你去想另一件事。我们平时说的我的身体，这个我的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是位置吗？长在我这里就是我的。那这条鱼的答案是来源吗？从我自己长出来的才是我的。那答案是不是功能吗？替我干活的就是我的。那答案又变回是意识吗？我知道它在，我控制得了它，它才是我的。那这条鱼连自己被换掉都不知道。这就是那艘老船的问题。一艘船在海上跑了很多年，木板烂一块换一块，桅杆坏了换一根，绳子旧了换一批。几十年之后，船上每一块材料都不是当初那一块了。那它还是不是原来那艘船？这个问题问了2000多年，到今天也没有标准答案。但缩头鱼师把这个问题从哲学课本里拖出来，扔进了一张活生生的鱼嘴里。而且他给出的版本更狠，那艘船至少是人主动去换的，船长知道自己在换，那条鱼不知道。我们平时很少去想这件事，因为我们默认了一个前提，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每一个部件都是我自己的，都由我说了算。可是这个前提其实比你以为的脆弱得多。你现在这具身体，严格来说，已经不是你小时候那一具了。皮肤上的细胞几个星期就换一批，胃里那层黏膜几天就翻新一次，血液里的红细胞大约几个月一轮，骨头也在慢慢重塑，只是慢的你察觉不到。你没有一天感觉到换这个动作，你只是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上班，照常抱怨天气。而在这些平常日子底下，你的材料一直在被悄悄替换，你还觉得自己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因为连续，因为你每天早上醒来，记得昨天的事，认得镜子里的脸，想得起自己叫什么名字，那条连续的线没断，所以你就是你。你甚至还不只是你自己，你身体里住着数量惊人的微生物，它们在你的肠子里，在你的皮肤上，在你的口腔里，它们的细胞数量跟你自己的细胞数量是一个量级上的事。
它们参与你的消化，影响你的免疫，甚至有研究认为会影响你的情绪和食欲。也就是说，你每天以为是我想吃点甜的，这个念头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根本不是你发出来的。你听到这里可能会有点不舒服，我懂，因为我们太习惯把我看成一个封闭的、完整的、说了算的东西。但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我更像一个开放的、一直在换料的、跟无数其他生命共用的系统。缩头鱼师只是把这件事做到了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极端。他没有发明什么新原理，他只是把那个我们不愿意看的真相顶到了台面上，顶在了一张张开的鱼嘴里。现在我把这件事拉回到你身上，不讲细胞，不讲微生物，讲你每天真的在过的日子。你有没有试过这样？有一天你说了一句话，做了一个决定，选了一个立场，然后你自己愣了一下，你心里冒出一句，这句话真的是我想说的吗？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还是被做出来的？我举几个例子，你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口味，你现在爱吃的东西，爱看的东西，爱听的音乐，真的是你自己挑的吗？还是这些年被推给你的东西一次一次喂出来的？你打开手机，系统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你多看了3秒，它就给你更多同一类。半年之后，你的喜好被修剪成了一个特定的形状，而你会真心觉得这就是我的品味。第二个是观点，你现在坚信的一些看法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你反复听到最后不再怀疑的？人有一个特点，一句话听得够多，就会觉得它是真的。这个过程完全不需要说服，它只需要重复。第三个是关系，有些人在一段关系里待久了，慢慢就不再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再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再见自己想见的朋友。不是哪一天突然被人夺走的，是一次让一点，一次退一步，等到某一天回头看，那个原来的自己已经不在了。而最诡异的地方在于，当事人往往说不出是从哪一天开始的。第四个是工作，你有见过那种人，进这一行的时候是有火的，眼睛是亮的，10年之后你再看他，他还在同一个位置，做着同一件事，说着行业里最标准的那几句话。他没有被谁害过，他只是一天一天把自己交出去了一点点。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没有一场搏斗，没有一个明确的敌人，没有一声惨叫，表面上一切如常，你照样上班，照样吃饭，照样跟人说笑，而里面已经被换掉了一部分。你说，这跟那条鱼有什么不一样？我再讲一个更贴近今天的版本。你有没有留意到，现在很多事情是由一套你看不见的东西替你决定的？你想看的新闻是被排好序推到你眼前的，你想买的东西是被算过一轮才出现在你面前的。你觉得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只是你那一小块世界里的人在讨论。这些系统不恨你，他们跟那只虫子一样，没有恶意，也没有意识，他们只是在跑一套目标很明确的程序，让你多留一会儿，多点一下，多回来一次。而结果就是你的注意力、你的时间、你的判断被一点一点接管。你不会有被抢的感觉，因为整个过程太顺了，顺到跟你自己的意愿分不开。你甚至会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啊！那条鱼吃东西的时候也会觉得舌头很好用。我不是要你去恨手机，也不是要你退网，那不现实。我只是希望你记住一件事，一个东西用起来越顺手，你越应该偶尔停下来，问一句，这是不是我自己的？顺手从来不是清白的证明，恰恰相反，最彻底的替换一定是无缝的。因为但凡有一点卡顿，你就会察觉，而一旦你察觉，替换就失败了。所以我想把今天这条片的那句话讲给你听。这句话我想了很久，最恐怖的是，不是你的东西被抢走，被抢走，你至少知道你会痛，你会愤怒，你会反击，你会记得那一天。最恐怖的是你的一部分被慢慢换掉，而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而且换完之后一切照旧，你照样吃饭，照样张嘴，照样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那条鱼由始至终都以为自己还在用自己的舌头，它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吃了几年的东西，它没有痛过，没有怕过，没有1秒钟怀疑过。这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重量。你看，那只虫子做的事，如果换成一场厮杀，反而不吓人。血淋淋的东西，我们看多了，真正让人在深夜里睡不着的，是那种一切都正常的画面，是水面平静，是呼吸均匀，是日子照过，是里面早就换了人，而外面看不出来。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真正的失去往往是没有声音的，你不会听到一声咔，你只会在很久很久之后的某一天忽然停下来，发现有些东西不见了，而你想不起来它是什么时候不见的。那有没有解？我不想只给你一个冷冰冰的结论就走人，我觉得是有的，而且这个解恰恰藏在那条鱼做不到的地方。那条鱼输在哪里？不是输在力气，不是输在运气，是输在他没有能力回头看自己，他没有办法问一句，等一下，我嘴里这个东西是不是本来就该是这样的？而你有，这就是全部的差别。你可以停下来，你可以掰开自己的嘴，拿灯照进去，看一眼。这个动作说起来抽象，做起来其实很具体。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认真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件事我为什么在做？是我想做，还是我不好意思停？这个观点我为什么相信？我能不能说出理由？还是我只是听得多了？这段关系，这份工作，这个生活方式是我选的，还是我不知不觉滑进去的？1年前的我会认得现在的我吗？如果不认得，那是成长还是被换掉了？这些问题不好受，问完之后有些答案你可能不喜欢，但你要知道，能问出来本身就是那条鱼永远做不到的事。察觉是唯一的解药。你不需要变成一个警惕的、防备的、什么都不信的人，那太累了，也没有必要。你只需要保留一样东西，回头看的能力。只要这个能力还在，你就还在掌舵。哪怕船上的木板换过一批又一批，只要你知道自己换过什么，为什么换，那艘船就还是你的船。好，哲学讲完了，我把你拉回现实，拉回到你会真的用得上的地方。这个礼拜你大概率还是会去买菜，冰台上还是会有一排鱼，你还是会挑一条眼睛亮的、腮红的，按下去有弹性的，这一切都不会变，变的只有一件事，你现在多了一个动作，你会想起我今天讲的话，然后你会把那条鱼的嘴掰开一点点。这个动作以前你从来不做，以后你可能会做。你可能连续掰10条、20条，什么都没有，那很正常，绝大部分鱼是干净的，但总有那么一次，你会看到一点不对劲的东西，一个扁扁的、灰灰的、一节一节的影子趴在鱼嘴里，2颗小小的眼睛对着你。到那一刻，我希望你的反应不是尖叫，我希望你的反应是，哦，原来就是它。然后你会想起它是等足目，是西瓜虫的海里表亲，是几千万年磨出来的一套程序。你会想起它对你没有威胁，它上不了你的身，它不会让你中毒。你会拿起一双筷子，把它挑走，扔进垃圾桶，把鱼冲干净，该蒸就蒸。然后你可能会在饭桌上跟旁边的人讲一句，你知不知道刚才这条鱼的嘴里有个什么东西？那一顿饭会因为这件事变得有点不一样。这就是我做这条片的意义，不是要吓你，是要把一个你本来就会遇到，只是不认识的东西变成一个你认识的东西。我再把最实用的几点帮你捋成一条清单，你听一遍就记住了。第一，它住在鱼嘴里，不在鱼肉里，所以处理起来很简单，挑走就好。第二，不要用手指去捏活的，用筷子、镊子、刀背都行，它有钩爪，受精会夹人。第三，挑走之后，把鱼嘴和鳃冲一冲，正常烹饪，照吃。第四，彻底煮熟这一条永远是对的，
不只是为了它，更是为了那些你根本看不见的东西。第五，如果你真的心理上过不去，退货、丢掉、换一条都没问题，这是你的选择，不用勉强自己。第六，别去网上买什么驱虫的偏方，这件事不需要任何特殊处理，一双筷子就解决了。还有一点我想补充，如果你是钓鱼的人，那你遇到它的机会比买菜的人高很多，因为你处理的是刚上岸的完整的，没有被人整理过的鱼，它还活着，还在动，还会抓着你的手指不放。这时候你更加不要慌，它不是深海怪物，它不是什么征兆，它只是这一片海里一直都有的居民之一。你把它挑下来，想拍照就拍照，拍完扔掉，继续钓你的鱼。最后一句实用的，如果你在鱼嘴里看到不止一只，那条鱼多半会比较瘦，因为那张嘴里养的不是一个，而是一家人。你煮出来的口感可能会差一点，这不是安全问题，这是买菜的经验问题。讲到这里，我自己也想再回头看一眼整件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不在那只虫子身上，而在我们一直没看见这5个字上面。它不是新出现的，它不是这几年才有的，它在那些海里已经待了几千万年，人类捕鱼捕了几千年，不知道多少条鱼从我们手上过。可是直到最近这几十年，我们才认真去看那张嘴里面有什么。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想过要看，这才是最值得琢磨的一点。我们看这个世界，不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看得到我们准备好要看的东西。你不知道有这回事，那即使它就在你眼前，你也会当它是一块碎肉，顺手冲掉。你现在知道了，那同一个画面对你来说就完全变了。同一条鱼，同一张嘴，同一只东西，变的不是鱼，是你。这件事在生活里到处都是。你没学过建筑的时候，走过一条街就是走过一条街。学过之后，你会看到年代，看到风格，看到哪一栋是后来加建的。你不懂鸟的时候，树上就是一片草。你开始认鸟之后，那片草会变成几十种不同的声音，各有各的名字。世界没有变多，是你的眼睛变多了。所以我做这一类内容，真正想给你的，从来不是“哇，好恐怖”这4个字，而是多一双眼睛，多一层能看见的东西。恐怖只是钩子，看见才是我想给你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当你真的看清楚了，恐怖反而会退。你现在再想那只虫子，还会像片头那么毛骨悚然吗？我猜不会了，因为它现在在你脑子里有名字，有身世，有分类，有分布，有一套你能理解的逻辑。它从一个怪物变成了一个生物，这个转变就是知识做的事。我还想跟你讲一句题外话，我们这一代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已经把地球看完了，地图全画好了，卫星天天在拍，手机一搜什么都有，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未知了。可是你看，就在最浅的海里，就在人类天天下网的那一层水，就在超市冰台上那条鱼的嘴里，还有这种事情在发生。而这只是一种，我刚才讲过，同一个颗粒还有300多种，各有各的活法，它们绝大部分连一条完整的介绍都还没有。海里还有多少这样的故事没被翻出来，没有人说得准。所以每次讲完这种题材，我心里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一半是发毛，一半是兴奋。发毛是因为原来平静的表面底下一直有这么多事在跑，兴奋是因为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等着被看见。这2种感觉其实是同一件事的2面。你要是只留下第一种，那你会怕；你要是能留住第2种，那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一直是新的。我希望你留住第2种。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最后帮你把话收回来，一句一句，很简单。它叫缩头鱼虱，又叫食蛇虫。它是甲壳动物，是西瓜虫的海里表亲。它从鱼鳃钻进去，爬到舌根，切断供血，等那条舌头慢慢枯掉，然后自己顶上去，替鱼当了一条舌头。
它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能整个替代宿主器官的生物，它对人没有威胁，上不了你的身，不会让你中毒。你买鱼遇到它，挑走，冲干净，照吃。而它留给我们最重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最恐怖的不是被抢走，是在毫不知情之下一点一点被换掉，而你还以为自己在掌控一切。下次你在街市，在超市，在自己钓上来的那条鱼上把嘴掰开，如果看到那么一只，记得停一停，看它一眼，然后想起今天这条片。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意思，帮我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也把它分享给你那个特别爱吃鱼的朋友，让他下次买菜的时候多一个动作。想继续听这一类真实但细思极恐的题材，记得订阅，顺手把小铃铛打开，这样新片一出你就不会错过。留言区我也想问你一句，今天这个故事里最让你不舒服的是哪一段？是那条舌头慢慢枯掉的过程，还是那条鱼一直不知道？我很想看看大家的答案。下一集我想跟你讲另一种把家直接建在别人身体里的生物，同样是真事，同样有记录，而且离你的日常可能比今天这一只还要近。我们下次见。